喂，大姐啊，阿姨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人都住院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她？麻烦问一下高红在哪个床301药房11床。谢谢啊。妈，哎，小强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坐坐坐，啊。小管说你摔了一跤，我不放心。你从哪儿摔下来的呀？哎呀，就年纪大了，不适合住别墅了。那没事了，楼上楼下这么一跑啊，好家伙，这一不小心脚一滑，膝盖一软就跌倒了。还好，没有骨折，就伤了筋。多危险呀！伤筋动骨100天，你也得好好养一养。晚上有人陪吗？光药都安排好了。那就好。谢谢你啊，还记得来看我。我来得及，空着手来的。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买点儿。不用了。有2个月了吧？2个多月了。害得厉害吗？那可能是个女孩啊。哎呀，当年我怀着光耀啊，那害得厉害呀，吃什么就吐什么。我还行。你多保重啊。那个什么，还怀着孕呢，医院里别待久了，回吧。那你小心点儿嘛。没事儿。那我先走了。别走啊，我们谈谈。没空。喝杯茶的功夫总有吧？我请你。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邀请？就算是我有事情向你请教吧，请不要拒绝我。哼。功夫茶的意境呢，就是功夫2字。什么事都要下功夫，对吗？有什么事要说就快点说吧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。谁让你来医院的？是老刘吗？怎么？我来看一个叫了7年妈的人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，这一点我要向你于小强好好学习呢。你这叫做人，你来看老太太，公司的人知道了会说你有情有义，老刘知道了会觉得你善解人意。老太太嘛，老人家躺在病床上，有人叫一声妈，这心里自然是暖暖的。你做人做得真到位啊，我兰心自愧不如呢。我走了。以后就不要来了，可以吗？什么意思？于小强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和老刘迟早会在一起的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周围，行吗？原来你也有不自信的时候啊！你怕我对老太太好，老太太就不接受你了吧？功夫茶不到火候，的确不太好喝。我一直以为你所向披靡，无所不能呢，原来你也有心虚害怕的时候。
大家都是女人，何苦相互为难呢？你知道，我是真心实意想和老刘结婚的。你也应该好好的和你那小男朋友相处，挤进我们的生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是谁挤进谁的生活，你想好了以后再说好不好？如果没有你的出现，我跟老刘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吧？于小强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你和光耀之间的问题是在于多了一个兰心吗？遇到问题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。你们的婚姻要真是坚如磐石的话，天打雷劈都毁不了。你还没有结婚，你品尝一下婚姻再说这样的话吧，不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你文雅点儿。难怪老刘休了你。请问你做过文雅的事情吗？你在我们的婚姻中扮演的是一个文雅的角色吗？你在都督那儿挑拨离间，让他不分青红皂白跑到家里大闹，借刀杀人这一招你做得够阴险。你说的没错，如果我们的婚姻坚如磐石，外力再大也推不倒它，所以我不后悔离婚。我后悔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戳穿你。但是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时候一到，通通都报。时间会给我们一个答案的。好，我拭目以待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不要在你前夫家人面前下功夫了。说好听点，你是做给人看；说难听点，不就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挣点抚养费吗？别再自取其辱了。是我就是。哎，你在这干嘛？睡觉呢。你干嘛睡这儿啊？我累了我就睡会儿。你干嘛呢？我回家呀。姐，我饿了，我们去你那儿蹭顿饭吧。你吃饱了吗？还要吗？姐，我对不起你。怎么了？小熊告诉我了，那5万块钱是你借给他的。他可真够混蛋的，他怎么能跟你借钱呢？你现在怀着孕是最需要钱的时候，你又没什么积蓄，你的收入又不多。他怎么告诉你了呀？那钱我是借给你们俩创业的。创什么业呀？你还记得那个朱总吗？我都把他给拒绝了，小熊居然背着我去跟他签约了。就算是创业，也不能丢了做人的底线，你说是吧？我跟小熊掰了，我不跟他干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俩掰了？掰了。你们俩现在不在一块儿干了？不干了。那我那钱本来是借给你的呀，我知道你肯定不要我的钱，所以我才不让他告诉你的。你们俩是要掰的话，我的钱怎么办呀？那我肯定要把我的钱要回来，反正他给我打了欠条的。姐，那钱要不回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把它花了。全花了。全花了。
那么多钱你是怎么花的呀？我给嘟嘟买了个包。5万块钱买了一个包？嘟嘟跟我分手了，他想让我最后一次再给他惊喜。我不知道那个卡里的钱是你的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包居然要5万块钱，我随手就把卡给他了。姐，你放心，这钱我会想办法还给你的。我不是说钱，嘟嘟跟你分手了，分手了，彻底分手了。彻底分手了。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什么事儿？嘟嘟曾经去过老刘家。他怎么会去老刘家？是兰心告诉他老刘家的地址的。兰心挑拨离间，他说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嘟嘟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跟你分的手啊？不会。就算他以为我们俩有点什么，他也不会相信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。毕竟我跟嘟嘟这么多年了，我包家明是什么样的人，他心里清楚。他今天跟我说了，他跟我分手真正的原因，是我给不了他想要的那种生活。一个包5万块钱，你说这种生活我怎么给？姐，今天是几号11号。11号。11号真是个特别的日子。小熊跟我掰了，我工作也没了，好了这么多年的女朋友也跟我分手了。你说我在这一天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今天也是我最倒霉的一天。老刘的妈妈摔了一跤，我去医院看她，碰到兰心了，她就把我拉到一个茶馆里，说了好多刺激我的话。我离婚了，还怀着孕，他们还总是怀疑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就觉得我的孩子太无辜了。姐，怎么了？你说我是不是你损友啊？什么叫损友啊？就是雪上加霜的那种。你看，我把你钱花了，我还厚着脸皮到你家来吃馄饨，然后我还让你背上了那个不好的名声，是不是你倒霉的事儿都是跟我有关呀？你钱是欠我的。啊，那我得补偿补偿你。怎么补偿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么晚了去哪儿啊？你跟我走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地方是我的私人会所。私人会所。从安徽来上海以后，每次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儿，我都会到这里来。到这儿来干嘛呀？来散气。我要把身体里面所有的痛苦、忧愁、悲伤的不好的气都散掉。怎么散？站好，深呼吸，转一圈。有没有觉得心情舒畅了一些？好像没什么感觉。因为你转太快了。集中注意力，闭上眼睛。
开始。集中注意力，呼吸。停。什么感觉？一呼吸，一天地。啊？哦，真的感觉我心情好了很多。我感觉我的怨气一下子就到了脚底下，然后从脚底下钻到了地底下，轻松了好多。不对不对，你的气应该在这儿，在球里。我带你来呢是想带你踢一场球，这样你不好的气就可以踢走了。来，开始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这个样子好像不能踢球吧？这样吧，我帮你踢，你守门就行了。我守门，你不会踢到我吧？我的脚法你还不相信吗？来吧。哎，等会儿啊！哎，等会儿。好了没？好了。他用这样的方式开始鼓励我。如果我的人生还在斤斤计较前夫和他的女人，那我的世界岂不兜兜转转还是过去的那个我？不，这不是我要的生活。进来吧，大哥，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要求，8个人，4张上下铺的床，这儿2张，这里边还有2张，被子、褥子、枕头全是我新买的，您还满意吧？新的。好，好。那是厨房，以后这一半就归你了。哦，好，好。洗手间在这边，您看看。高档，好。以后这一半呢就是我的，咱们就和平共处。好，好，好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倒没有，就是能不能再便宜点儿？大哥，你看这床、被子、褥子、枕头全是我新买的，我花了多少钱呀？你还要我便宜，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？成，那就这么着。那你看我什么时候能搬进来啊？你想什么时候搬？越快越好呗。你要说这会儿成，我们兄弟都在小区门口等着呢，急着呢。行了，那你来吧。谢谢了啊，那就这么着吧。哎，大哥，这是你相好的吧？漂亮，真漂亮。已经不是喽。你说，为什么我躺在你怀里就觉得那么踏实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有父亲一样的成熟，还有很闷的一面，还有小孩一样的顽皮，还有让我特别心疼的地方。还心疼。那这么说，你看到了我脆弱的一面啊？反正我觉得我特别了解你。是吗？是啊，我知道，现在你就有很大的压力。这个压力呢，就是我们的婚姻大事。我确实有些压力，但原因你知道，
因为我妈那儿。我们不说客观原因，就说我们俩。我问你3个问题。在你之前的那段婚姻里，你有多久没和你老婆一起旅行？哼，那可有日子了。我跟她说过想一起出去玩，她不愿意，怕花钱。那你们俩有多久没有下厨一起做饭了？这确实赖我，因为我怕油烟。你有多久没抚摸过她的头发？啊，那可有日子了，忘了。那我跟你说说，我理想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样的吧。平时的时候呢，2个人能在一起就多在一起，一起做饭，一起买菜，一起快快乐乐的过小日子。到了假期呢，2个人就出去旅游，最好趁年轻能游遍5湖4海，到老了都是花钱买不来的美好回忆。好啊。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对婚姻也有过这样的想法，现在也可能是我刚结束一段婚姻吧，对婚姻有点心理阴影。亲爱的，我只想做你的女人，不管你娶不娶我。那不行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岁数越来越大，你耽误不起。这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无关。我爱你，我就想和你一起快乐。可快乐和家庭生活是2回事。说实话，有时候家庭生活对我来讲，让我觉得心里特别累。那你把这累给我呀，让我帮你分担累。你什么也别想，我只想好好爱你。好，等我妈出院吧，我再好好跟她谈谈。只要她同意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没问题。哥俩好呀，5回手呀，665，错好。蛋饺啊，蛋饺，吃蛋饺，赶紧，快吃。够不够辣？这不够辣，这个你们吃的太辣了，我吃不了。哎，这刚刚好啊！你是爷们儿吗你啊？吃啊，不怕辣。接着滑。让你怎么来，快进来。兄弟，这谁呀？这我姐。你姐，那一块来吧，一块吃吧。一块来。啊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别客气啥呀？这真是3饱2倒，吃饱了不想家，真的。对，一个来吧。你吃了吗？你出来，小跟你说句话。啊？那你们先吃啊，我出去。哎，兄弟，这不是你姐，是你相好呗。来，我们行啊！来，继续来，梅姐喝一杯。鲍家明，你真的是年轻不懂事儿。你说你要偷偷租给1个人，人家房东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。你现在租给多少个人？8个人，你这是群租，这是违法的。你轻点儿，你不说我不说，他们不说，就没人会知道。你脑子进水了？这8个人进进出出的，人家左邻右舍能不知道？他们又不可能每天都8个人同进同出，谁会知道呀？我那天贴广告的时候，正好被他们看见。他们很可怜，从外地到上海的餐厅来打工，结果老板不干了，他们没地方去。你说连个着落都没有。你这是收容站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赶紧的退了。怎么退啊？我钱都收了，1个人每个月200，一共1600。有你这么赚钱的吗？万一出事不得了，你看看他们现在在那屋子里用那电磁炉，着火了怎么办？好，我明天不让他们用了，好吧？我要被你给气死了。哎呀，姐，你这句话说的太有女人味了。你知道刚刚那人怎么说吗？他说你是我相好。别嬉皮笑脸的。你别生气了，我就是想早点把钱还给你。我又不是明天就等着生孩子。但你要补充营养啊！你看你现在怀着孕，你还去洪峰上班，我怎么好意思欠你的钱呢？啊，
我现在每月可以收个房租，然后呢，我就在电脑城那边做一份兼职。对了，我明天还要去一家餐厅，我去那儿弹唱，是我以前的老板给我介绍的。你还挺能干的嘛。你看我这么努力，你夸我一下呗。是你欠我钱，还让我夸你啊？给我点鼓励嘛。傻子，你这么租房子肯定不行，万一出什么岔子，吃不了兜着走。今天幸亏有你这3寸不烂之舌，人家总算给登记上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登记不等于解决，解决不等于办好。安置农民工啊，没那么简单的。我知道，1个星期以后就会有结果了。佳明真让人操心。哎，我说你对这个包佳明是不是有点过度上心啦？不要那么八卦好不好？对自己上点心好不好？还游手好闲吗？难道不工作了吗？你不要转移话题，我觉得你们2个人呢，有点那个了啊。上床了吗？姓方的，我跟你绝交。kiss 了吗？我不认识你。那拥抱总有吧？太谢谢你了，姐，谢你。哎呀，你们2个人拥抱了是吧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至于这样吗你？礼节性的，就像 say hello 一样。切，少来吧。哎，有没有一点点冲动？什么冲动？哎呀，我教你了，这男人跟女人拥抱，如果没有一点点性上的冲动和反应，那基本上就是兄弟姐妹手足情。你教我？你算老几呀？我是老大，老大不想回答的问题就不要多问。但是我可以确切的告诉你，是属于兄弟姐妹手足情。切，谁信呢？我信。今天晚上你们弹钢琴的人怎么还没来？今天晚上是吉他演奏。没关系，把这个曲目待会儿给那个演奏的人。好的，谢谢。怎么，又有惊喜要给我啊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清楚，我已经跟包佳明彻底分手了。好啊。那么，你现在可以做我的女朋友了。楼下那一桌客人点的。好。对不起，我弹错了。
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儿，我有点紧张，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佳明，这位是 Kevin。经常听嘟嘟提起你。你好，我叫 Kevin。我可以和嘟嘟单独聊一会儿吗？可以。你是不是因为他才跟我分的手啊？你怎么干这个啊？在这儿弹吉他，一辈子也挣不了几个钱。回家吧。你是不是早就跟他好了？你现在纠结这些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就是想知道，你是先跟我分的手才跟他好的，还是你没跟我分手就已经跟他好了？这个很重要吗？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包佳明，你别幼稚了。你这个人安于现状，不思进取，胸无大志。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很累了，我已经忍了很久了。我们分手是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，和第三者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说过了，我不要过那种看不到未来的生活。我想过得舒服一点，轻松一点，可是这些你给不了我，所以我要去追寻我要的幸福。难道这有错吗？也没错，是我错了。对不起，我刚刚的话可能伤了你的自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还有那天刷卡，我也不是没犹豫，只是这个包我太喜欢了，5万块太贵了，回头把钱还给你。不用，5万块钱我挣得回来。钱我一定还给你。我说不用。你和我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吃了不少苦，我连一件像样的东西都没给你买过。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男朋友，这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。佳明，要是在上海混得不好，就回家吧，好歹那儿有父母有家业，你不愁吃不愁穿，也不至于沦落到跑这儿来弹吉他。走什么样的路我自己选。那好，我也走我自己的路了。这条路挺适合你的，祝你幸福。对不起，祝你幸福。
我才是这里的房东，我才是。我们给谁钱，谁才是房东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凭什么给钱了？这点地方竟然住了8个人，您马上出去，马上！凭什么？喂，110吗？喂，什么派出所啊？姐，真对不起啊，这么晚了还把你叫出来，你看你还怀着孕呢，都怪那个房东不好。你说他没事，他报什么警啊，是吧？这次你是真的有事儿了，你第一时间想到我，那我也义不容辞嘛。姐，我还真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你了。我第一次来这派出所就是陪你来的。我想上次是我陪你嘛，这次也应该是你来救我了，是吧？你的意思就是咱们俩扯平了？不是，他们打你了吗？没有。不过我现在后悔了，没听你的劝。你说要是真打起来，想想还是挺后怕的，是吧？真挺后怕。别怕别怕，踩一踩啊！我啪啪啪，我把那坏运气都给你打掉，啪啪。姐，你咋那么神神叨叨的？哎，你那房东肯定不会让你住那儿了。你今天晚上住哪儿啊？住的地儿有的是，你不用操心。什么地儿啊？狡兔三窟没听说过呀？你那2个窟在哪儿啊？我住我原来同事那儿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我认识吗？女的。谁啊？哎呀，我说姐，你能给我点隐私吗？问这么多问题。我信你今天救我出来。你看都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去啊！我真没事儿。车来了，你赶紧走吧。干嘛呀？睡个好觉，做个好梦。师傅，开慢点啊！小伙子，少喝点儿。还是让家人带你回去吧，喝多了会出事的。再来一瓶。老板，这不满意。
喂，我这是瑞奇酒吧，你朋友喝多了，你赶快过来把他接回去吧。